对于曾国藩的成功，时人有云：曾国藩靠曾国荃，曾国荃靠李成典。这里的李成典即为2次救下曾国荃，被曾国藩评价为英勇绝伦，实为难得之将。攻打太平天国都城南京时，身先士卒，克服金陵，论功第一的湘军悍将李成典。同治3年6月23日，南京近郊雨花台湘军大营外，一众将领簇拥着主帅曾国荃鱼贯而入。数日之前，湘军刚刚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津，按理说或如此不世之首功，作为集字营主帅，此时自当人逢喜事精神爽才对。但缓缓走入军营的曾国荃不仅一言不发，面色还格外的阴沉而凝重。他刚刚接到消息，李成典病危。光线昏暗的营帐之中，曾国荃端起药碗走进床边，只见李成典轻轻摇头，苍白干裂的嘴唇轻轻翕动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却只是化作喉咙里呜咽的几声。曾国荃靠得近前，才隐约听见此次万无声里几个令人绝望的字眼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曾国荃实在不敢相信，就在几天之前，现在这个形容枯槁的濒死之人，还带领着数百敢死队，冒箭矢弹雨，第一个冲入天津城中。不过数日未见，曾经生龙活虎的爱将，竟变成这副模样。8月3日，年仅27岁的李成典暴毙于雨花台军营之中。关于这位湘军悍将的突然死亡，清史稿仅以成典巨病，事状不休息，未几卒于军，寥寥数笔匆匆带过，语焉不详，似有难言之隐。1838年，李成典出生于湖南邵阳，父亲早早过世，与母亲及弟弟李成章相依为命。因自幼家贫，含辛茹苦的母亲除了艰难养育儿子之外，根本没有能力再供其读书，加之缺乏父亲的约束和管教，年少的李成典终日游荡于乡里之间，结交江湖人士，好勇斗狠，惹是生非。久而久之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的李成典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。18岁那年，操劳一生的母亲也终于撒手人寰，而嗜赌成性的李成典却无钱安葬，唯有四处求人，方才借得几吊银钱。谁知钱财刚一到手，李成典毒瘾又发作了，在赌场一番潇洒快活后，结果连将母亲最后入土为安的棺材本也输得一干二净。李成典无奈，只得寻来一张篾席，将母亲尸身包裹，随便找了一处荒地草草埋葬。不久之后，其远在湘乡的舅舅得知姐姐过世，便赶到邵阳前来祭拜。当生舅二人来到荒郊野外的掩埋之地时，李成典惊奇地发现，舅舅不仅没有责怪，眼中竟然还有几分惊喜之色。原来其舅对风水堪舆略知一二，李成典无意之间为母亲选择的阴宅，竟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坟茔之地正对着一条小河，水中有一石凸起，犹如鲤鱼从水中跃起时露出脊背，此乃鲤鱼过江，福泽后代之象。只是舅舅也不太了解，鲤鱼过江虽是子孙富贵之兆，但河水涨落不定，石头随之忽隐忽现，却如昙花一现，福禄终是难以长久。不知是冥冥之中的巧合，还是传闻记载在故弄玄虚，反正几年之后，当日所预示的一切确实都在李成典身上一一得到印证。当然这都是后话。如果没有那场著名的太平天国战争，像李成典这种不学无术的乡间无赖，大概率会是个一生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，或者危害一方的流氓混混。但风起云涌的时代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会。安葬母亲后不久，适逢洪阳逝世，湘军于邵阳募兵，李成典应征入伍，出力于湘军元老王真麾下。后王真因矛盾与曾国藩分道扬镳，李成典遂转投曾国荃所部。加入湘军以后，在战场之上，李成典格外卖命，出生入死之间，籍籍无名的底层士兵开始崭露头角，
但李成典可没有什么忠君爱国、救民安邦的伟大理想，只不过是这个赌徒明白，逢此乱世，想要出人头地，唯一的赌本就是以命相搏。1858年，湘军围攻江西吉安，曾国荃于湖南募得乡勇数千前往参战，集字营因此得名。是以久率于南门外深陷重围，身披数创，浴血死战间，机不能脱。危在旦夕之际，李成典于乱军之中杀出，状若风虎，大呼挺矛直进，犹如神兵天降，冲散太平军，就得主帅。曾国荃齐其勇，超着宝庆营守备。此后克景德镇，复浮梁，李成典皆为军锋，身先士卒，勇冠三军。1860年，安庆外围激战，从曾国荃征战于灵湖，曾国荃受伤坠马，关键时刻又是李成典拍马赶到，护送主帅杀出重围。曾国荃本就对悍不畏死的李成典十分欣赏，再加上2次救命之恩，对其更是刮目相看，以心腹待之。1861年，集字营与英王陈玉成会战于安庆西门外营垒，其实太平军陈兵数万，鏖战日久，湘军不得寸进。李成典高呼是急矣，成败在此举。随后身先士卒，横槊前驱，三军受其激励，合力并进。西门太平军被击溃，当场殒命数千人。克复安庆之后，集字营长驱直入兵临雨花台，剑指天津。太平军中王李秀成回师勤王，由苏州督兵60万大举来攻，轮番恶战之间，枪炮如雨倾泻，湘军损失惨重，主帅曾国荃亦伤及面颊，血流如注，营垒岌岌可危。还是李成典据强死战不退，太平军屡攻不得入，铩羽而归，湘军转危为安。1863年，夜袭南京雨花台10城，李成典再次迎来人生高光时刻。是以湘军士卒树草填壕，沿梯而上，不想半途为太平军所绝，居高临下发炮大轰，湘军猝不及防，阵脚大乱。据史料记载，全军即将崩盘之际，李成典挺身而出。此役过后，李成典因功得以提督记名，授河南归德镇总兵。沧海横流，不仅让好男儿尽显英雄本色，刀兵之祸也给了亡命之徒扬名立万的机会。戎马之间不过数年光阴，本是湖南乡间一无所长，混吃等死的无赖李成典，便一跃而成朝廷实授的正二品大员。时间来到1864年，此时集字营围困天津已近2年，风雨飘摇之中的太平天国眼看已是大厦将倾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偌大的天津城摇摇欲坠，却始终屹立不倒。而围城日久，饷银开销甚巨不说，清廷又唯恐湘军势弱，时间一长，徒生变故。因此一方面催促前线曾国荃抓紧攻城，一方面又命令李鸿章的淮军由苏南驰援天津战场。淮军主帅李鸿章深谙官场之道，当然明白一旦攻克天津，乃是当世无可争议之首功。但湘军浴血多日，眼见大功即将告成，这个时候淮军出战，难免有争功逐利之嫌。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，顾及曾氏兄弟的情面，即使朝廷再三严旨催促，也是尽量拖延。但以刘铭传为首的一众淮军悍将却不买湘军的账，甚至扬言到得天津城下，曾老九要是敢阻拦攻城，就让湘军尝尝淮军大炮的滋味。淮军蠢蠢欲动，朝廷催促又急，而逆贼负于死守，湘军苦战健疲，却难进寸功。军营之中，曾国荃真是束手无策，一筹莫展。正值此时，悍将李成典指出，湘军现在失老兵疲，如不能在短时间拿下天津，必有后患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学地攻城，方能打开局面，并随后亲自督兵，在龙脖子日夜不息，主持地道的挖掘工作。
师老矣，不及客，日久且生变，请于龙脖子重掘地道，研读认知。1864年6月16日，湘军以3000斤炸药置于地道之内，李成典一声令下，伴随震天动地的轰鸣，天津太平门城墙瞬间坍塌数10丈。此时城垣的缺口虽然打开，但城内是否有太平军伏兵，又或者是否预设有地雷，众人一无所知。犹豫不决之际，李成典签下生死状，待数百死士冒死率先冲入城中。随即湘军大军尾随蜂拥而至，天津终告陷落。天津既破，曾国藩论功行赏，李成典以平寇首功上报朝廷，赐封1等子爵，赏穿黄马褂，戴双眼花翎。耗时26个月，湘军终于得偿所愿，拿下金陵。劳师日久，为发泄不满，也为犒劳将士，曾国荃下令屠城，并大锁3日，杀戮、纵火、抢劫、奸淫。1864年6月，盛夏的阳光之中，秦淮河畔的六朝古都瞬间沦为了最黑暗的人间地狱。但正当湘军从上到下都沉浸在狂欢之中时，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来：克复江宁的第一功臣悍将李成典病危。李成典发病突然，此前又全无征兆，未经几日便一命呜呼。要知道，其人本是龙精虎猛之辈，又正值壮年，数日之前还率兵第一个攻入天津，突然之间暴毙，确实令人费解。这些证据似乎都指向了李成典因在战争中受创，加上南京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，在攻坚战的最关键时刻，李成典的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又固执地不肯接受治疗，才导致最终病亡。官方的记录将李成典的死定性为重伤不治后以身殉国，耐人寻味的是，民间传言却与之大相径庭。传闻之中，李成典不仅嗜赌，更加好色，以往每克一城，均要亲兵在当地搜寻美女供其享乐。而攻克南京之后，无论是洪秀全的后宫佳丽，还是秦淮的温柔娇娘，包括天族的太平女兵，这些此前从未见过的人间尤物，都让贪恋美色的李成典兽性大发。在吞服了春药之后，1日之内连遇10女，最终因纵欲过度，导致油尽灯枯，骤然而亡。虽然史料记载言之凿凿，但民间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。李成典并非善类，攻入天津之后，甚至下达了凡长发或新剃发者一律杀无赦的命令。在当时全城烧杀抢掠的背景之下，好色的他干出任何禽兽不如的事情都不足为奇。但李成典毕竟是集字营第一悍将，又是攻克天津的有功之臣，曾国藩等人为了维护湘军的形象和李成典的名誉，在对外公布死因之时，完全有可能掩盖事实的真相，并编造出更利于己方的故事。往事已矣，真真假假已无从考证，是非曲直也早已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1864年7月初，南京城的湘军依然在彻夜狂欢，朝廷的奖赏和恩赐也正在路上。27岁的李成典却在雨花台的军营之中，孤独而不甘地合上了双眼。